你真心喜欢少康，我希望你能和他结婚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，我求你跟少康结婚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在开我玩笑吧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跟少康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真的？真的。坦白的说，过去我真的很过分。我对不起我婆婆，对不起王家所有的人。现在我爸爸一个人在逃亡，他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我决定陪他。陈玉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放着王家少奶奶不当，你要去陪你那个爸爸，我拜托你，你清醒一下吧。谢谢你关心，我知道你心地很善良。我希望你以后对少康更温柔一些，更体贴一些。还有，就是把你的暴脾气改一改。我想少康一定会接受你。要他接受我？算了吧，我是不指望可以高攀他们王家。我以前是想不通，我自认我林薇条件并不比你差，只是没想到少康会爱你爱得那么深。反正我现在也想通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以后有男人要我，我就嫁；如果没有男人要，了不起我就陪我二叔二婶一辈子。林薇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求你，好好的照顾少康。不对，我不可能相信你说的话。你今天肯定有问题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林薇，林薇。陈玉，我都听到了，你这样太委屈你自己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少康和林薇结婚。大嫂，你也知道，我日子不多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接受手术，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。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婚也离了，家也没有了。我真的对这个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你不可以这么绝望的，至少你还有你爸。陈宇，我爸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他自己都顾不过来，怎么会照顾我这个不孝之女呢？你带我去哪里？如果你还尊敬我这个大嫂的话，你就跟我走。我说小薇啊，真有这个事儿啊？陈玉确实说他跟少康已经离婚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种坏女人呐，早就应该把她赶出家门。这是他们家的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奇怪了，陈玉他竟然求我跟少康结婚。
我要的时候他是不给，现在他不要了，硬是推给我了。当我临危什么人了？我那么随便啊？哎，小薇，哎，小薇，你说一下这怎么回事呀？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他们已经离婚了，那小薇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和王少康结婚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呀你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这事儿啊你别管了，我搞定。小薇啊，我了解，她说的是气话，我会说服她，这么好的机会啊，绝不能放过。妈，少康跟陈玉为了什么事情要离婚呢？陈玉偷拿了红霞10万块钱，去给他那个不争气的爸爸逃亡去了。陈玉偷钱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说谁要离婚呢？妈，该不是因为我的事，少康和陈玉要离婚吧？哎呀，妈，这又何必呢？我的钱不见就算了，再说我也没有肯定是陈玉偷拿的。红霞，这事跟你无关。家里出了个小偷，我们要报警处理，已经算对他客气了。老婆，你红霞都不确定，你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陈玉拿的呢？为了这个事儿就让他们离婚，这样做合适吗？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他爸爸现在逃亡需要用钱，那家里除了他，谁还会去偷钱呢？妈，我相信陈玉他不会偷钱。不是陈玉偷的，那是你老婆偷的了。红霞一个人在家，只有敏君跟陈玉去过她房间，那不是陈玉偷的，是敏君偷的了。妈，你说到哪去了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了。哎，奇怪了，你们两个都认为陈玉没有偷钱，那难道说这是红霞她胡说八道，她故意说她掉了钱，然后诬赖陈玉了？妈，红霞，红霞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说是你故意诬赖陈玉偷钱的。我希望事情能够查明清楚，啊。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基本都听明白了。妈，我仔细想过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没什么事，放那么多钱在家里干什么呢？妈，我难过的是，因为我的事儿，给你们全家造成了困扰。我倒成了大罪人。红霞，你别这样，丢钱是小事儿，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名誉，所以少华想问清楚、问明白，你别多心呐。反正不管是不是陈玉偷的，这个女人就不是个好女人。她做了这么多对不起我们王家的事情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妈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快把尚康找回来吧，千万别让他们离婚了啊！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亲家母，妈，有没有空来？少华，里面坐。亲家母啊，请坐。今天来有事吗？我听说呀，少康和陈玉离婚了，什么事儿闹得那么厉害啊？说起来，这件事情还真丢人。陈玉他爸爸急着用钱，所以陈玉他就偷拿了红霞的钱。偷了红霞的钱？哦，怪不得敏君回来问我借钱，会不会是给陈玉花的呀？妈，敏君向你借钱？算了，他说啊会还给我的，我懒得管他怎么花的呢。
亲家母啊，既然少康和陈玉已经离婚了，那我们应该商量商量，小薇的婚事啊。没想到陈宇心这么狠，这么绝情。小康，小康，哥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可是婚姻是人生大事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妈要你离婚你就离婚了啊？哥，虽然是妈让我离婚的，但是小姨做的太过分了，她竟然帮助她爸这样的罪犯去偷钱，你让我怎么原谅她呢？这些我都了解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岳母竟然来到家里头，提到你跟林薇的婚事。哥，我真的不喜欢林薇。少康啊，现在不是你喜不喜欢、爱不爱林薇的问题，是我岳母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积极，就算我想拦也拦不住。可是哥，我真的不想跟她结婚。我看这件事情真的有必要跟爸好好商量一下。其实我喜欢的是个。你现在身体才刚复原，不要想太多，把心放在工作上。果然没错，小玉她是被逼的离婚的。光耀，你这一家子怎么那么狠毒啊？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阿黄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种事情怎么能那么草率呢？我哪有草率呀？我在王家证实了，王少康啊和程宇确实离婚了。我和亲家母都谈好了，一切照着我的办。这下呀，可好了。啊，你可好了，那没看到小薇进门到现在一直绷着脸，半句话都没说。这孩子呀，哪根筋搭错了？我搭错什么筋了？二婶，我陪着个笑脸陪你去王家，你竟在那边跟我谈什么聘金啊、聘礼啊，一句话都没让我说，也没问我意见，重要的事都没谈。这种事情哪有女孩子自己说的呀？你不是很想嫁给王少康吗？可是我看得出来，虽然少康跟陈玉已经离婚了，他心里爱的还是陈玉。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你帮忙啊！当初我跟你讲不要和王少康纠缠不清，你跟我讲的呀，我的清白毁在他身上了，这辈子呀，我非他不嫁。哦，我现在帮你去提亲了，你不嫁啦？要我嫁也可以，除非少康亲自来向我求婚，我就嫁给他。如果他不是亲口说，我绝对不嫁。哎，小薇啊，这孩子，你干了什么事儿呀？你明明知道少康爱的是陈玉，你今天这……哎呀，今天的事情也不是我逼的，是少康坚持要跟他离婚的。哎呀，光耀，亲家母都到家里来提亲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看呐，你就赶快让少康跟林薇结婚吧。这件事情就未免太草率了吧？这个，他不爱林薇呀。可是你忘了吗？少华和敏君的婚礼当初是你做主的，他们也没什么感情的基础啊。可是现在他们两个爱得这么深，而少康跟陈玉呢，他们可是自由恋爱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走上离婚的地步？反正这件事情啊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你得抓紧时间呐。知道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红霞的事情，
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先买套房子给他住。可是，你问过他的意思吗？万一他要是不肯呢？他为什么会不肯呢？他现在正需要有人照顾，这也表示我们的诚意嘛。再说，玉梅不是说能够经常过去照顾照顾他吗？红霞怎么能跟玉梅相处啊？他为什么不能跟红霞相处呢？玉梅跟你都能相处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过是打个比喻嘛。你看你现在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暴躁啊？既然你那么关心红霞，你去跟她谈。想不到林美君这么厉害，连陈玉这么气他、恨他的人都肯帮他。我不会让你们两个阻碍我的。啊，妈，红霞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你进来吧。啊。妈，你坐。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红霞，让我怎么说呢？妈，有事你就直说嘛。我知道，为了我，陈玉和少康离婚了，我心里也很难过的。刚才我一人在房间里面想，我觉得是我害了你们。怎么说是你害的呢？都是因为陈玉手脚不干净，你是知道的。妈一向最重视女人的名节跟操守，像她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还能让她待着王家呢？离就离吧。我也赞成少康赶快把林薇给娶回来。妈，就算少康跟陈玉离婚了，但是林薇配不上少康的。你是知道的，这少康他曾经对不起林薇，我们王家总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吧。再说了，红霞，你难道忘了吗？陈玉过去做了多少对不起我们王家的事情？今天这一切都是他自食其果，他的报应。他要是不偷钱的话，少康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？算了算了，不提他了。哦，对了，红霞，少华有没有说他要对你怎么交代？妈，其实我并不需要少华对我有什么交代。我已经给你们家里带了那么多的麻烦，真的很过意不去。话不能这么说，红霞。你为我们王家付出这么多，我们王家应该好好补偿你的。那这样吧，等少华回来，我再让他来跟你谈好了。妈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红霞，红霞，如果说少华他另外再给你买栋房子，妈，我住这儿不挺好的吗？何必再浪费钱买房子呢？再说，
再说，我也准备回美国去。什么？你要回美国去？不行，红霞，妈不赞成，妈会舍不得你的。妈，我就知道你待我好，所以我会留下来的。红霞的事真让我为难，可是敏君又该怎么办？欢迎回来，谢谢哥，有你的支持，我相信我很快就能接手公司的工作。这样就对了。你现在身体已经好了，希望能借着工作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全忘掉。咱们兄弟俩一起好好努力啊！我会努力的。哟，兄弟俩这么高兴？哎，钟明，你来正好。邵刚正准备回来公司上班了。怎么？身体康复了？对啊，身体好了，我要回来上班了，所以可能要委屈你。什么话？我害怕到时候委屈了你。哎，大家都是兄弟嘛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爸不是说了吗？我当总经理，邵康做副总，那厂长从明。等等，少华，你刚才不是说咱们都是兄弟吗？我觉得我的职位应该重新调整一下。要重新调整？没错，我做总经理，少华做副总，辅佐我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觉得你当厂长都不够格。你给我住嘴！王长官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黄崇明做总经理，少华做副总。至于你，是业务厂长还是厂务厂长，随你自己。你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少康，陈明，你要当总经理，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，我也不反对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是不是应该经过爸的同意？我已经跟他说过了。爸同意了吗？你凭什么跟我爸说？凭什么要求他？因为我告诉他，如果我做不了总经理，我就会离开这间公司。你要走，走啊，没人留你。好了，我刚才说过了嘛，大家都是兄弟啊。崇明，如果你坚持要当总经理，那就依你。少康仍旧是副总经理，厂务及业务就由我来负责。我还是不同意。这样你也不同意？我当然不同意。你让这个废物当副总，他对公司的运作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你才是废物！是不是废物自己心里清楚。公司怎么垮的？啊？这种事情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说什么？你好了，崇明，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不是突然。自从咱们合作以来，我就一直觉得没有受到尊重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说。如果你同意这样的安排，我可以留在公司，咱们好好一起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只会领总经理的薪水，不会多拿公司半毛钱。
哥，你为什么要迁就他？他就是个垃圾。我问你，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心结？啊？是他看不起我，你也看到了。好了好了啊！现在我们内部一定不能起哄，不然会让别人有机可乘。这件事我不能接受，我回去跟爸讲。陈董事长，您走得那么急，在找什么呀？臭小子，身手倒挺利索，你有种，竟敢吃里扒外，把我的公司搞垮！陈总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，我的确有亏欠您的地方。不过当初不也是你让我把王家给搞垮的？我搞垮王家，不也是为了你吗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王光耀是我爸爸。哼，没错，他是你爸，可他不也把你们母子给遗弃了吗？怎么，心软了？想帮他的忙了？生意场上的竞争在所难免。不过董事长，你做走私就是不对。黄崇明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。我恨自己不该引狼入室，把你给带进来，以至于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。今天就是要警告你，早晚会要你的命。敏君，一切都办妥了吗？妈现在还在生陈玉的气，我还是先别说，我拜托敬德和干妈暂时收留陈玉吧。陈玉说，他自己会安排的。敏君啊，陈玉有什么打算吗？哎呀，婚都离了，你还管他干什么？光耀，你知不知道，当初你生病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虐待英杰，怎么样对我这个做婆婆的？哎呀，都过去了嘛。哦，对了，敏君啊，你妈来过，我已经跟她谈好了，让少康尽快把林薇娶回来。妈，这样会不会太仓促啊？怎么会呢？少康跟林薇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我是希望他们结婚以后，林薇啊能够赶快生个一男半女。还有敏君，你是生了慧仪之后就不准备再生了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王家人口少，你一定得帮少华再生个儿子。哎呀，这生男生女，这就不是敏君能够控制的。我不管，他要是不生的话，自然有别人会生。爸，黄崇明说你要让他当总经理，这是真的吗？黄崇明要当总经理，他凭什么当总经理啊？总经理是应该少华当的。光耀，我不管，我对玉梅跟黄崇明他们两个我没有意见，但是你可不可以请那个黄崇明不要三天两头来闹，烦都给他烦死。少康啊，崇明是有这么提过，不过爸，你到底有没有答应嘛？黄崇明跟大哥说要当，大哥竟然没有反对啊！少华怎么会答应呢？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爸，
我不是要争什么，我当初回来的时候也跟你讲过了，我要从基层做起，我不要担任什么职务。但如果他要争的话，我一定要让大哥当总经理，我当副总。至于他要不要在公司的话，我随便他了。少康，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。什么意气用事？少康说的没错，本来他们一个当总经理，一个当副总经理，当得好好的，怎么现在突然冒出个外人来？对了，敏君，黄崇明听你的话，你去劝劝他。妈，我觉得大嫂应该跟大哥好好谈一下，毕竟大哥是我们的长子。大嫂，一定要让大哥当总经理。少康，你眼光放得远一点，跟你大哥学一学。现在少华跟崇明都可以互相谦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斤斤计较呢？爸，好了，要争就大家一起来争，我就不相信我们会争输他。他一下子要为他妈争做这个房子的女主人，一下子要争做长子，一下子又要争做公司的总经理。我看干脆这样好了，我们统统搬出去，让他们母子搬进来，这样不是省事？真是。何丽，何丽，爸，妈说的有道理，我去找崇明见个面，把事情讲清楚吧。少康啊，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少康，大嫂，对不起，不是我要跟黄崇明计较，是他瞧不起我，我当然出这口气了。少康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会去找崇明谈一谈的。不过，你不想知道陈玉在哪里吗？说良心话，我真的不想跟他离婚。不过，他对我们家做的事真的太过分了。少康，夫妻离婚不一定要做得太绝的，不是吗？大嫂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我不敢让爸妈知道，我暂时把他安置在我干妈家。爸妈、少华、敏君，我走了。我诚心要恳求你们让我走。这段时间给你们添了很多的麻烦。为了我，妈和敏君之间常有口角。为了我，少华和敏君闹得不开心。为了10万块钱，竟然撼到少康跟陈玉离婚。如今我已经是个残废的人了，我不想增添你们的负担。我走了，你们不要再牵挂我。我在遥远的地方会想念你们的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提早下班，是有一件事想跟爸说。少华，有件事我也想跟你谈谈。听说黄崇明要跟你争做总经理，对吗？哎，其实谁做总经理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只要公司能更好，事业能够更进展，同一个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差别。再说，我跟他也是兄弟嘛。我就知道我老公一定是这样想的，果然没错。还是我老婆最了解我。何丽，何丽，你慢一点！坏了坏了，
给摔着了。少华，坏了！何丽，何丽，坏了！何丽，红霞留了信，她说要回美国去了。啊？小梅啊，趁你二婶不在啊，你把你的心里话跟二叔说说好吗？二叔，这你叫我怎么说嘛？我都把你看成是亲生女儿一样的，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坦白说，我一开始喜欢的是王少华，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嫉妒大姐。可是后来，自从跟少康发生了关系之后，我回想起来，和他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。我想是爱上他。小梅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怎么能够去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呢？二叔，我真的已经很后悔这样做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就不要再说我了嘛。可是你二婶已经去提过亲了，你得拿定主意啊。虽然我不知道陈玉和少康为什么会突然离婚，但是我说过了，除非王少康亲自对我说他爱我，亲自来求婚，要不然的话，反正二婶很积极嘛，让二婶去嫁好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呀？那你要我怎么说嘛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小薇，这孩子脾气这么倔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呀。我到机场查询过了，红霞没有搭机回美国。她没有回美国啊？那她会去哪儿呢？红霞小姐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不声不响就走了呢？啊！哎呦，红霞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留封信就走，也不跟妈说一声，妈都急死了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啊，少华，你怎么会来？来，里面请。张嫂，倒杯茶。好的。少华，这位是……哦，爸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总经理，曾经是我的老板，也是红霞她哥哥的好朋友。哦，那坐下说话吧，坐下吧。不必了。我这次来呢，是跟大家说一声，红霞在离开之前呢，到我那儿去告别，我没有同意，所以把她带回来了。敬德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爸妈对红霞真的很好的。你爸妈对红霞怎么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但是你们可知道，红霞这一次回来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？可是她现在却要一个人回去。你们知道我听了以后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少华，你还记得当初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吗？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敬德，你是不是又在劝少华？你别给他压力，要这样的话，我情愿走。红霞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你是在说我傻吗？不错，我是很傻。让他自己选择吧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爱。你别逼少华好不好？好，我可以不逼他，而且我还可以给他几天的时间去考虑。但是我的意思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少华，
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儿吧？敏君，我有点事，可以跟你单独谈一下吗？敬德，你要跟我谈少华的事。你很聪明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。我希望你能退让。退让？退让什么？退让出这场婚姻。你是叫我跟少华离婚？对。凭什么？凭红霞为王家所做的一切，凭红霞为少华受了伤，导致双耳听力严重受损，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激红霞。红霞对少华好，我是知道的，我也非常感动。但是，我是没办法退让的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红霞深爱着少华。你们不同情他，不知道报答他，难道你们心里就不愧疚吗？但是感情和恩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感情是自私的，没有办法让步。我跟少华一路共患难到现在，我们夫妻非常珍惜对方。如果少华亲口对我提出离婚，我会考虑，但是我没有理由主动退让。还有，我对英杰跟慧仪都有一份责任，所以，敬德，对不起。想不到敏君对爱情这么忠贞。爸，妈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红霞，你别这么说，事情总会解决的啊。妈，你是说，事情要解决？嗯。妈，就算要解决，也不能因为我而牺牲敏君。突然间，我好想你，多年后。原来你仍然是我心痛，在梦里你的面孔依然甜美的笑容，妩媚醒来不知所措，漫步在我们常去的街头，想起过去种种你的温柔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眸，想问你是否还记得我？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，不想独自在街头品尝寂寞，是否能再停留在你左右？我不愿再次蹉跎。